大家好，欢迎 follow Professor 叶。现在我又来到了波士顿的机场，准备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DC。这次我们要搭乘 Delta 航空，那大约1个半小时，我们就可以抵达华盛顿特区南方的 Ronald Reagan 机场。那我们出发喽！华盛顿 DC 是位在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的交界处。那两州的交界处有著名的波多马克河流过。在这个小小的区域有世界知名的白宫 White House， 就是美国总统的官邸和办公的地方。哇哦，你看，一大群人围在那里拍照。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白宫呢是由爱尔兰裔的建筑师所设计的。那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呢是第46任总统。那大家知道吗？白宫这栋建筑共有4层楼。那前院呢是面向北方的拉法叶广场，它比较靠近马路哦。那后院呢则是著名的椭圆形办公室。它朝向一大片的草坪，走过草坪的另外一端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——华盛顿纪念碑咯。华盛顿纪念碑是为了纪念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而建造的哦。那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石头制的建筑，高达169.3公尺。那我在2003年的时候呢，曾经登上这个最高的顶端。那我也听说在天气好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整个波多马克盆地。正对着纪念碑西方的是林肯纪念堂，那这是纪念美国总统林肯遇刺而设立的。那中间有2座共2292公尺长的倒映池，非常的壮观。那林肯纪念堂是一座仿古希腊巴特农神庙式的古典建筑，那里面有一座高5.8公尺的林肯雕像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尊敬林肯总统对美国历史的贡献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一个面积约43公顷的潮汐湖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汤马士杰佛逊纪念堂，那这是纪念美国的第3任总统 Jefferson 的一个新古典建筑物，那非常有名哦，里面也有一座 Jefferson 总统的雕像。来到 DC 的潮汐湖呢，一定要选对时间哦，因为只有在3月底才会开满美丽的樱花。那这些樱花是源自于日本为了强化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所赠送的。目前大约有12种樱花，那大多都是吉野樱和关山樱。那每年3月中开始呢，会在这里举办国家樱花节。那各式的日本文化活动呢，都非常的热闹哦。那现在我们也来听听我的好朋友 Ryan
然后在今年樱花盛开的时候呢，他的直播介绍哦。樱花盛开的3月，我们在华盛顿地区樱花秘境 Kenwood 社区，你看这边的樱花开这么漂亮。最棒的是它完全免费，我们只有 local 才知道说什么时间人比较少，而且车子停哪里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到华盛顿地区来走走的话，请让我们来招待你。看完了这么美丽的樱花，接下来我们慢慢走到位在华盛顿纪念碑另一端的美国国会大厦。这个以白色大理石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楼呢，共有233米长，3层楼高，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大圆顶，也是有3层楼高哦。大家发现了吗？圆顶上方有一尊6公尺高的自由女神青铜像哦。那现在就跟着 Professor 叶一起到处去走走吧。嘿，你们知道吗？在 DC 附近最著名的大学是哪一间大学呢？就是乔治城大学。这是一所私立的天主教大学，在政治学、国际关系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都领先其他有名的大学。那有很多知名的政治人物呢，也毕业于这个大学哦。要申请这个学校呢，非常不容易，那录取率大约只有10% 而已。有兴趣的人要加油哦。那另外，乔治城大学最著名的法学院就在国会大厦的附近。那美国的法学院是大学毕业之后才能申请的，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法律博士的学位。在通过律师考试之后呢，才具有职业的资格哦。介绍这么多有关 DC 的建筑和学校的资讯，大家应该很想了解 DC 附近是否也充满各式异国料理呢？就跟着 Professor 叶在 DC 附近慢慢吃吧。首先呢，在国会大厦的附近呢，有一家泰式料理 Bonsian， 这个在网络评比高达4.6颗星哦。这家餐厅标榜具有道地的泰式家常风味。那我喜欢他们把酸、甜、辣、咸和苦味调和的淋漓尽致。那尤其是这个泰式酸辣汤，超赞的啦！吃完了泰式料理，我们再来个墨西哥卷饼吧。这家巴塔口餐厅以健康养生的理念来制作食材，晚上则有许多人会来这里喝酒聊天。尤其附近是 Mountain Vernon 区域呢，有很多高级的公寓，逛街的人潮也很多。在 DC 附近的维吉尼亚州啊，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Eden Center 叫越南村的，从1984年开始营业到现在呢，已经有将近40年历史了哦。那在这里有台湾超市呢，你可以买到各种食材，也有各式的小吃，还有台湾的手摇饮料。那我喜欢的有一家越南餐厅呢 ，Four Seasons， 最让我惊艳的是这个越式火锅。那有满满的海鲜，还有蔬菜，汤底是用香茅、柠檬草和中药来熬煮。在寒冷的冬天吃完这一锅，哇，全身暖乎乎，你真的要来吃吃看哦。来 DC 还有一样必吃的甜点，就是在Georgetown的乔治城大学附近的杯子蛋糕。十字路口旁边的这个小小的店总是大排长龙，每个小蛋糕大约3.5块美金，甜而不腻的口味真的好看又好吃。
吃了甜蜜蜜的蛋糕之后，我们再走到马路的另外一端，喝杯咖啡吧。这个 Blue Bottle 蓝瓶咖啡最让大家熟悉的就是这家店具有独特的文青风，还有一定要品尝的手冲咖啡，以及标榜重视生态的公平交易的咖啡豆子。那在波士顿的 MIT 附近也有一家 Blue Bottle 咖啡店。疫情就要结束了，大家赶快计划一下，暑假也来一趟美国之旅吧。最后，爱喝手摇饮料的看过来哦，在美国要买到地的黑糖波霸奶茶已经不是梦想了，但是这个价格是台湾的3倍多，所以呢，还是来吃这家咖啡店卖的意大利冰淇淋，然后我们看看附近狗公园的小狗吧。这一集的影片带大家认识了 DC 的各种风情美食。那下一支影片，我飞深夜要跟大家一起慢食慢活，认识美国的生态教育哦。拜拜，我们要回 Boston 咯，拜拜。